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田先生，23岁，来自山东车站后勤；女嘉宾范女士，22岁，来自山东学生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说是初中同学是吧？对。关系特好。嗯。啊，同桌吗？不是，他坐在我前边。后来说，高中毕业之后在一起的是吧？嗯，对。高中是同学吗？一个学校的，但是不在一个班。现在明确关系多长时间了？快4年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挺好吗？他老觉得我不关心他。哦。怎么觉得这小子不关心你？就是之前我俩是那个高中毕业之后嘛，然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然后两人当时聊得挺开心的，然后后来两人就没多久就在一起了。当时不是暑假嘛，我俩就一起去学车。当时我遇到一个教练，就对我挺凶的，把我骂哭了。然后他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吧，就替我打抱不平嘛，然后就去找人家教练，然后差点把人家教练给打了。幸亏当时旁边有人拦着，我觉得当时他特别爷们儿，然后觉得挺好的呀，就是特别可以给我一种值得依靠的感觉。明白。但是保镖。等我们俩就是异地恋之后嘛，怎么异地了呢？我们俩考大学，他就在我们家那边读大学。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？在武汉。你呢？在烟台。哦。然后两人异地了，之前还可以，就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，他就一点都不关心我了，4年了嘛。然后他从来都没有去武汉找过我，每次都是我想他的时候就回他那边，然后去看他，就每次就是我坐硬座回去找他。有一次我还就是没买到票，就站票，然后就过去找他了，然后他就一次都没去找过我。其实我平常就是问他嘛，我说你为啥不去武汉看我呀？他说太远了，然后太累了，还嫌麻烦。其实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挺难受的。我们学校不好请假，而且他回来看我。你们学校一周上7天课呀？上5天啊。对呀，6日干嘛去了？太远了，都不够来回，而且他来看我吧，他还能回家看看父母什么的。我去武汉，人生地不熟的。那可是你放小长假的时候，你也没来找过我呀，你一次都没来找过我呀。那就有一次嘛，小长假我本来说好是去找他的，那结果遇上就我犯肠胃炎了，然后我跟他打电话说这事儿，我说那个我不舒服，而且室友啥的都回老家了嘛。然后他当时听到之后就特别不开心，然后还在那儿埋怨我老半天。不开心什么？就是我没答应他回去。然后后来没关心我病咋样，他把电话给挂掉了。我觉得就是一小病嘛，吃点药打2针不就好了？你们这大学4年过生日吗？在一起？过。都是你给他过吧？对。就有一次还特别不好。什么？就是有一次嘛，我本来是想跟他说回家给他过生日，但是我悄悄告诉他，我说那个我回不去了，是因为我想给他个惊喜嘛，然后我自己就偷偷买票回去找他了。我到火车站嘛，给他打电话，想让他过来接我。他说，就是特别埋怨我，就说你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回来呢？我提前怎么给你惊喜啊？我就觉得，你当时有什么安排吧？我当时也是跟朋友商量好了出去玩会儿。而且他在武汉回来这么远，为了一个生日，我感觉又没啥不值当的。那我就自己没嫌远，你嫌什么远呀？我也没说啥，不是吗？后来过没过呀？过哪叫过呀？我本来回家之后，我预约给他做那个 DIY 的生日蛋糕。然后我说咱俩一起去吧，做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嘛，然后挺纪念意义的那种。然后他又特别不开心，然后不想跟我去，他就跑网吧里去跟朋友打游戏去了，把我自己丢那儿了。我当时不是和朋友商量好了吗？你回来又没提前告诉我。问你谁重要？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不是他重要。不是说谁重要，我当时跟人商量好了。他重要。他重要，你打游戏。我当时不是和人商量好了吗？我不能放人胳膊也。那你就放我人家重要还是他重要？谁重要？他重要。显然说谎，你看这还乐呢，就说他重要，他还乐。他平常都不怎么说这种话。哎呦，这都激动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行，
这个，除了这些特殊的节日，像你们在假期的时候，他对你好吗？还行吧，就每次我回家的时候，就是他知道我回去了，还去火车站接我，大包小包的，他还给我拎着，然后把我送回家去。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你的要求倒也真不高啊。那你今天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就觉得他不如之前喜欢我了。我说咱俩出来玩吧，他说不行，我那个上班太累了，因为他现在上班是那个上一天休一天嘛。我说那咱俩出来吃个饭吧，不行，我跟朋友约好了。我说那咱俩见个面吧，他说哎呦太累，我休息一下，改天吧。我就觉得你哪那么忙啊？不是还休一天了吗？咋就没时间陪我了呀？你现在等于已经回烟台了是吗？没有，我们老家是滨州的，他回滨州工作了。那你现在等于也回滨州了？我还没，我还在学校。哦，那你在学校确实人家也没法见吧？但是放假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呀。哦，我们不是放寒假、暑假特别长吗？等于寒暑假他都不陪你了，这臭小子。基本都不陪了，现在。为啥？不是，也没他说的那么夸张。你假期的时候不是天天也都能几乎都能见面吗？1小时半小时不也都见了吗？你那天跟我见面，我跟你见面不是想跟你约个会吗？人家小情侣约会的时候不都牵个手、逛个街、看个电影、吃个饭啥的？对对对，你们牵手吗？他走在路上基本不牵我手，我俩走在路上就像路人似的。这是为啥？我走路就正常走路嘛。吃饭不？吃饭吃快餐。哦，吃快餐就吃得很快，还是只吃快餐？就是吃的特别快，就没1个小时他就回去了，说朋友在等他，特别着急。我觉得在他心里，我都不如他那朋友重要。看电影吗？有时候也看吧。在电影院里拉手不？不拉。拉过手不？没有。你们俩谈了4年恋爱没拉过手？哦，拉过手，但电影院没拉过手，就悄悄私底下那种。哦，我就觉得谈恋爱不就2个人的事儿吗？干嘛非得在大街上？也对啊，对吧？我也不是说不牵他手。对，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牵他的手？没人的时候。哦，没人的时候你也牵的是吧？对呀。哦，不是的，主持人，那都是我主动拉的他。好，你别说了，你是太主动了，这事儿你也认呐？哎呀，这孩子，行，我理解了，等于什么朋友圈这些他就更不会秀了，对吧？没有，他从来没在他朋友圈发我俩咋的。行，他带你见过那些朋友，你们朋友应该都是交叉的一致的是吧？别说这事儿更生气了。咋了？就有一次我们同学那个初中同学聚会嘛，别人都知道我俩在一起了啊，然后就特地留出2个就是相邻的座位，他倒好就自己把我拉一边跑别的地方坐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不就是吃个饭吗？坐哪儿不都一样吗？你坐那一块儿，同学们都起哄啥的，多尴尬呀！那你跟我坐在一起吃个饭不挺好的吗？平常也跟我坐一起了呀，那咋同学聚会就不行了呢？你就觉得我不是你女朋友似的那种感觉？没有啊。行，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了，见过他爸妈没有？从来没有，他爸妈都不知道这事儿呢。哦，他见过你父母没有？没有，他就特别不乐意，说害怕啥的。我爸妈是啥呀？能把你吃了呀？我不是觉得还小吗？现在见家长就应该结婚了，现在见不早点吗？啊，想结婚吗？现在还没有认识。啊，现在还没想，打算什么时候结？我最起码我工作稳定吧，我自己能养活，现在自己都不一定能养活自己。你啥时候工作稳定？我也说不上来啊。你啥时候能养活自己？我也说不上来。对，你现在不把你自己养活挺好的吗？越长越胖了。人家是养活的好，你注意这个逻辑啊！我得工作稳定了，把自己养活好了，我才考虑结婚。啥时候工作好稳定我不知道，啥时候把自己养活好我也不知道。换而言之，啥时候结婚我也不知道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跟谁结婚你知道不？跟他。哎呀，哎呦，他又乐了哎！你认准了一定要嫁给他了是吗，姑娘？是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？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吧，就是挺纠结的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嘛，真的就是，说实话挺不容易的。然后他就从来都不关心我，也不照顾我那种。但是我又觉得就是。这么多年了嘛，就从初中认识，我俩都知根知底的，我就喜欢这种简简单单、干干净净的这种谈恋爱嘛。然后
可是他就不关心我，我就觉得他真的不如之前对我那么好，不喜欢我了。他之前也没对你怎么好，除了我听他替你出过一次头啊，之后我就没觉得有什么事儿了。他给我拎东西啊，吃饭啥的他也会依着我，喜欢看啥电影他也听我的。还想跟他交往吗？说实话。我想啊，我感觉平时都挺好的呀。那今天他为什么这样？他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了，我觉得我还和以前一样啊。你没变心啊？对呀。唉，好主动的一个姑娘啊。我觉得我主动好多年了，那你就接着主动下去吧，别纠结了啊！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和他在一起是初恋吗？是。你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怦然心动、神魂颠倒的感觉过吗？可能有吧。可能有。在座的年轻人如果有初恋的，都知道初恋一定会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时候。我听来听去，他似乎从来没有找到过那种热情似火，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吃不下饭睡不下觉神魂颠倒那种初恋的，我们一般初恋的感受。他没有的原因有可能是2个：一，对你并不是特别的喜欢，那只不过情窦初开碰到了这样一个女孩子，也并不讨厌，就这么走在了一起。2，人都有一种一旦总是被捧着被追着，他就轻飘飘了，他对唾手可得的东西往往没有那么在意。那至于他是因为不够爱你，还是被你惯坏了，我觉得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。你们2个虽然时间久，我觉得感情基础一点都不扎实，只不过是在最青涩的年代刚好碰到走在了一起，而在应该好好相恋相处的年代，你们又两地相处，没有更多交流和共同成长的机会。主持人问了你很多次，你都说我觉得他好就好在帮我拎东西，送我什么去火车站或者回家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可不是爱哦，这是一个男人所展示出来的特别基础的绅士风度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另一个东西认为是，哎呦，他爱我啊，他对我好啊，他以前很重视我的。不是，我真的认为你们应该从零开始，好好的再去回到一个城市，去从头开始，去规划一段人生，去经营一段爱情。你也不要太主动，你也要往前走2步，看看对面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知心爱人，好吗？先冷静一段时间，谢谢。2位都是初恋，对吧？对。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上一下呢恋爱基础课。首先，你刚刚说了一个词，说你喜欢这种知根知底的感觉，对吧？这个完全不是恋爱成功的必要条件呢。恋爱成功有的时候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是来自于神秘感，就是好奇，很想更了解对方，然后呢我们越走越近，更多的挖掘认识对方。这个有时候是爱情的必要条件，就是从神秘到了解。知根知底有时候是扣分的，因为没有新鲜感，没有困难度，不管是你的主动或是你们的懵懂，都让你们这段爱情没有太多燃烧跟萌芽的空间呢。他都不用对你有任何好，你都会主动的做那很长途的硬座，或者是站着去找他，帮他做生日蛋糕，对他种种好。其实我知道这样说你可能听得很难受，但是我真的要说，也许也没有那么难过。其实你也只是找了一个对象，在他身上完成你想象中爱情的那些样貌。你就想对你喜欢的男生做手工蛋糕，你其实很享受那种长途跋涉去看他的那种给他惊喜的浪漫。但是不是非得要是他呢？如果当初在你的眼前坐的是另外一个后脑勺，会不会也走到如今呢？这是你要想的哦。我直说啊，我觉得这段爱情大部分的时候你是在跟自己谈恋爱，你在跟你想象中的一个对象谈恋爱，你觉得他老实可靠，是一个英雄会保护你，
你觉得他对你很好，是绅士，会帮你提东西。正如严老师刚刚说的，英雄救美，或者是帮女士开车门、披外套、拿重物，是很多男生的基本行为，有时候无关爱情。但是你却把这些事情都当成是爱情的证明，我真的担心你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了解他，你甚至没有那么清楚你们有没有好好的谈过恋爱。你有没有喜欢上他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他没有特别的喜欢你是很肯定的。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绝对会想要让别人知道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我就想问问你了，你说你想跟他交往下去，你知道什么叫交往吗？交往并不是让一个所谓的女朋友单方面的对我好，我对他呢就是勉为其难，偶尔陪他吃顿饭，吃得越快越好，我要去跟我的兄弟打游戏了。所谓的交往是有爱意的流动，他不快乐你会心疼，好久看不到他你会想去找他，这些爱情的所谓他要的甜蜜互动，是交往应该要有的反应。以我的标准我并不觉得你们曾经产生过我认为够爱情标准的情感，你们的青春跟爱情还没有开始。好，谢谢寇老师。我尝试着从我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你眼前这个琢磨不透的男人。我觉得他对你有点情，但是他更对你有意。友情跟友谊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你挺仗义的。你们暑假玩的那3个月，我相信没有什么太多爱情的实质进展，但他把你当朋友和哥们儿，所以当你被委屈的时候，他会仗义直言。他就觉得经常跟我在一起的女玩伴不能让他受委屈，那是我哥们儿。然后呢，又经常去给你提重物、接送你等等这些所谓的付出，也是对哥们兄弟的感觉。如果真的是一个男人要避免自己的女朋友受苦，他即便是在帮你提重物的时候，也会顺便搂你一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你是有意，却没有太多的情。如果说有情，也只是日久生情的朋友之情。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去骗自己。一个人的眼神、行为等等，两位老师所说的，我也说过很多遍了，就是那些无谓的担心、无谓的惆怅、无谓的爱护，那是压都压不住的。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哭。你没有收获一份爱情，但你收获了一份友情，而且是很仗义的一个男生，这不也是一种收获吗？还有一点，男生，如果你跟这个女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突然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说，其实我想清楚了，我是不爱她的，这并不是不仗义，这反而是一种真诚，不害别人，尊重别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去说。你看他哭成这样，我也没觉得你有多心疼啊，他不一直在哭吗？我也没看见你有多心疼啊。那就是爱情，你没有。好吧，祝你们友谊之路长青，对不对？好像确实没听出来你是怎么喜欢他的。男生，今天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就不要再骗自己和骗他了。啊，来，一起庆祝60秒。我觉得我确实是挺喜欢你的，我可能是不会表达，还是不懂浪漫什么的。我以后尽量关心你，表达一下自己，不行吗？其实我之前就把我们2个人之间的这种感觉想象的特别浪漫，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特别纯净的感性。之前我还幻想着就咱俩从校服到婚纱那种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我全都懂了，不用再表达。
好了，姑娘，一觉醒来，生活继续啊！哎，别哭了，就是要美美的，找回你的自信，好吧？好了，回去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其实挺有悬念的，女生是真的醒悟还是哭哭就算呢？请开门。啊！来，我跟他说，说呀。从来没想到这一幕，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女人会离开他，爱他吗？啊？我觉得真爱就追着吧，不爱就到此吧，好吗？